这是史上最穷剧组耗时2年完成的悬疑佳片，却因宣传力度不足，成为了当年最冷门的一部电影。仔细观看后，发现亮点颇多，一起简单的绑架凶杀案，却先后出现了4次反转，每次都将所有推测彻底打翻，结局的惊天逆转更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警方从河里打捞出一辆出租车，车上发现一男一女2具尸体，长期浸泡导致尸体高度腐烂。经过法医检测确认，男人名叫阿东，正是这辆出租车的司机；女人名叫小璐，是3个月前一起绑架案的受害者。案发不久后，2人均离奇消失，不曾想时隔3月，尸体竟在河中被发现。莫非是阿东绑架了小璐？可2人又为什么一起死在河里呢？受害者小璐生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老板超哥的，也是在去他家时惨遭绑架。面对女警的盘问，超哥详细复述了知道的一切。绑架案发生的2天前，他接到了一份来自澳洲的订单，在 KVT 款待供货商的时候，秘书小璐却告诉他，澳洲的订单出了点问题。无奈超哥只得亲自前往澳洲稳定客户，为此还专门找到中介办理了相关护照和签证。可刚离开中介公司，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就去了一家常去的正经会所，点了最常点的技师。意外的是，这次技师竟然图谋不轨，双手不自觉地往下游走。超哥急忙制止，哥是头疼，哥肾挺好的。谁料下一秒，技师竟直接抓起他的手放在怀里，而这一幕刚巧还被外面的技师看到了。超哥吓得连忙起身，直呼使不得，他可是受过高等难得教育，面对此等诱惑依旧坐怀不乱。了解后才得知，原来技师的男友在外面欠了高利贷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可超哥也正为订单的事情发愁，没有多余的钱借给他，只好找借口推脱，然后急忙慌地离开了。门口刚好有一辆出租车，果断钻了上去，殊不知司机正是那名技师的男友，而他刚才在门口时，还刚巧听到了另外2个技师的风言风语。刚才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呀，前天你和他老屋和衣服都脱了。阿东这种出人哪里戴得了绿帽子，没开出去多远，就准备给超哥一点颜色看看。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一群催债的混混忽然赶来，拽出阿东就是一顿胖揍。超哥则趁机逃跑，可回到家时又发现装护照的箱子落在了出租车上，于是通过车辆运营公司找到了阿东的电话，2人相约在一个桥下见面。超哥硬着头皮赴约，不出意外，一上来就被狠狠收拾了一顿。阿东还扬言让他出20万了事，超哥当即问他是不是疯了。阿东一听，直接烧了箱子里的一份文件，超哥便只好破财消灾，还用箱子里的澳币付了定金，说剩下的明天再给他。可看似5大3粗的阿东也留了一个心眼，偷偷跟踪他，得知了家庭住址。果然第2天，超哥就直接前往了机场。忽然想起昨晚阿东烧了重要文件，于是打给秘书小璐，让他去自己家传一份扫描件。可此时阿东正守在他家门口，看到小璐后还以为是他妻子，便直接给绑了去。很快超哥就接到了威胁电话，听到了吗？重庆那哥们儿，你跑了。他还以为是妻子被绑，也不管什么订单了，火速赶往家中。可回去时一切都晚了，小璐和阿东双双失踪。超哥的部署看似合情合理，但女警也是有备而来，随即拿出了他出国用的护照，质问他出国谈生意为什么用假护照。而且据调查，澳方早就在1年半前就取消了合作项目。此时的超哥看似稳如泰迪，实则内心慌得一批。眼见女警要再次带他回局里审讯，他就又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男人正在机场等飞机，忽然接到了秘书打来的电话，说公司的账户上有一笔大额资金被转出。超哥答非所问的应付着，小璐只好前往其家中调查，不幸被另一个男人绑架。超哥接到阿东的威胁电话后，还以为是自己的妻子被绑了，于是火速赶回家中，可却发现被绑的不是妻子，而是秘书小璐。可奇怪的是，从那之后，秘书和阿东就失踪了。超哥这次讲的故事和上一个版本基本相同，只有小璐去他家的原因不同。而小璐所说的那笔大额资金，其实就是超哥挪用的。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几年前他在工作的时候没有看好儿子，导致意外坠楼身亡。如今妻子又怀孕了，2人便打算卖了房子，去澳洲换个环境生活。可老丈人却坚决反对，无奈只好偷偷挪用公司资金，准备一走了之。如此说来，超哥只是经济犯罪，和凶杀案并没有直接关系。女警始终感觉他在隐瞒什么，但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回去后就在网上浏览起了小璐的朋友圈，在一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和超哥同款的眼镜，以及一个男士公文包。看来他还是在撒谎，2人绝对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。经过调查，果然发现了一段2人举止亲密的视频。另一边的超哥已经安排好一切，准备和妻子一同前往澳洲。可临走时，他又找到了那名技师，也就是阿东的女友，给了他一笔厚厚的封口费。我对你们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仁至义尽。看来2人之间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此时外面传来敲门声，超哥立马躲进里屋，来人正是那个女警，而且很快就发现了那笔封口费，质问女人钱是哪来的。没等回答，屋内就传来了动静，进去一看，超哥已经跳窗逃走了。女警下楼开车追赶，超哥藏在垃圾桶里躲过一劫。就在他以为甩掉对方时，
在醒来时，超哥已经身处警局内，人也被铐在了椅子上。女警拿出了他和小鹿亲密的证据，接着说出了他的推测。据调查，阿东虽然脾气暴躁，但干了10年的的哥从来没拿过乘客的东西。当晚他应该只是揍了超哥一顿，以报头顶绿色之仇。可慌张的超哥却不慎丢下了手机，恰巧房产中介打来电话。哎，李先生你好，您湖边花园5号的房子还在出售吗？因此得知超哥的住址，而超哥回到家时，却发现小鹿等候多时，应该是猜出超哥挪用资金去澳洲的目的，前来纠缠，甚至向超哥索要巨款补偿，否则就将私情告诉给他妻子。超哥大怒，结果一不小心误杀了小鹿。处理尸体时，又恰巧被前来送手机的阿东撞见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超哥就干脆把阿东也给杀害了。之后再换上阿东的衣服，开着出租车来到偏远的河边，换回衣服后，把汽车推进了河里。第二天再按计划赶去机场，用小鹿的手机给自己打电话，假装跑回家中，因此有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并成功抹除杀人嫌疑，伪装成了绑架杀人案件。事已至此，超哥被迫承认误杀小鹿，可却表示阿东不是他杀的。就在他要解释的时候，女警忽然指向窗边的摄像头，原来这里发生的一切正在被直播，一时间城里的不同人群都知道了河边抛尸案的真相，纷纷化身键盘侠，对超哥口诛笔伐。此时女警也说出了真实身份，原来她正是阿东的妹妹。超哥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他为何对案件如此执着。可即便如此，超哥还是不承认杀害了阿东，而是当着摄像头又讲出了另外一个故事。男人正在按摩，技师的双手忽然向下滑去，超哥急忙起身制止。询问后才得知，技师男友的妹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如今已经到了最后时刻，可高额的手术费，开出租的哥哥根本无力支付，所以技师才以这种方式向超哥借钱。阿东却因此误会超哥给自己戴了绿帽，阴错阳差的闯入案发现场。超哥便以给妹妹支付手术费为条件，让阿东帮忙处理尸体。为了妹妹，阿东最终选择答应。可就在去处理尸体的路上，后备箱却传来了声响。原来此时的小鹿还没有死，可一时分神躲避对向来车时，直接冲入了一旁的河里。就在第二天，妹妹的医药费就有了着落。一个慈善机构对她进行了无偿捐助，可脱离险境的她，却从护士口中听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听说那个逃犯是这虫的哥哥。哎，小点声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看到警方的通缉令后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憨厚的哥哥为何会犯下如此罪行，于是便拖着带病之身强行出院，是要查明哥哥的下落。可最后等来的却是哥哥以及绑架受害者的尸体。为了查明真相，他假装成警察找到了第一嫌疑人超哥。面对编造的谎言，他没有放弃调查，最终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。可即便如此，超哥也只承认杀害了秘书小鹿，一口咬定哥哥是为了救他。帮超哥处理尸体时，意外冲入河中溺死的。想到之前哥哥女友不让他追查案件的事情，他开始相信超哥的话可能是真的。可一心想要给哥哥报仇的他，一时间无法接受反差，更无法接受他认为的凶手救了自己的命。经过一番挣扎后，他拿出一把刀，刺入了自己的心脏。超哥震惊无比，他忍痛拿到桌上的钥匙，解开手铐后，却没有管妹妹的死活，因为妻子还等着他去澳洲呢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看到了直播，通过妹妹的手机锁定了位置，正在赶往现场。超哥来到车上后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没有见死不救，他又跑了回去，把妹妹抱到车上，然后向医院赶去。路上还给妻子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临时有事，让妻子先过去，他随后就能赶到。妻子知道他在撒谎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她貌似也猜到丈夫身上发生了什么。很快，警方追上了超哥的汽车，面对阻拦，他丝毫没有停车的意思，而是径直赶去了医院，直到把妹妹交给医生，他才放下心来。当然，他最后还是被警方给抓住了。7天后，妹妹脱离险境，但因为冒充警察，警方也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。可他却还在埋怨警方的无能，质问警方抓到超哥了吗？你以为你很了不起是吗？男警官告诉他，超哥现在在看守所，还表示当晚如果超哥晚送来10分钟，他就没命了。妹妹还是一脸的不屑，可警官却又说他们还抓捕了涉嫌杀害小鹿的凶手。什么意思？原来当时超哥回到家时，在门口看到了2双高跟鞋，立马意识到是小鹿来找妻子的麻烦了。可上楼后却只看到了狼狈不堪的妻子，原来杀害小鹿的是他。为了妻子以及肚中的孩子，超哥选择替妻子隐瞒一切，两人决定去澳洲重新生活，甚至最后被查到时，他也选择替妻子顶罪。然而警方却在小鹿尸体的指甲中发现了妻子的 DNA， 这才找到了他杀人的证据。至此，妹妹才感觉到自己的愚昧，她怀疑的对象自始至终一个人也没有杀害。你要知道啊，出于个人感情的调查，最后查到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凶手。最后3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判罚，罪行不同，量刑也不同，这个结局你怎么看？